欢迎您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川普现在要担心、要烦恼的，恐怕还有很多事情啊。其中有一个就是美军的航母，因为美国的最新航母福特号，它的电磁弹射系统频频故障，让川普很不高兴啊。因为根据这个资料显示，福特号在服役前进行747次的电磁弹射的测试，总共发生10次的严重故障。这个数字呢，远超过美国海军平均4166次弹射出现1次严重故障的这个标准。所以呢，川普非常生气，他就下令说，全数的美国航母要回归到蒸汽弹射，而且还怒批我们美国花了几十亿，怎么做出这种愚蠢的电动玩意？那这个决定当然立刻也让军方炸锅，连美国军工业都跳出来痛批说，你这样做的话，简直是倒退回冷战时期啊！因为美军的退役上校就指出说，正在建造中的美国航母，如果强行修改，把原本最先进的弹射这个电磁弹射改回到之前的蒸汽弹射，这会导致服役期严重延宕。另外一个频道战区啊也痛批这个决定可能会动摇美国航母更新计划的根基。更严重的是呢，美国唯一的蒸汽弹射零件供应商去年已经宣布停产了，所以到时候真的改回到蒸汽弹射，恐怕最后是无货可修。好，那对照这个美军的航母呢，我们来看中国大陆解放军的这个航母福建舰。已经试过了3型的这个舰载机啊，包括歼15、歼35、空警600，顺利完成了3连发的电磁弹射。所以可以看到，是中美两国的航母技术在这个时候就立刻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反差。那当然，这个川普说要退回啊，就是说把它改回到原来的蒸汽弹射，也有看法是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气话哈。这个只是觉得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呢想不到造出这种玩意儿。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我们先说，在这个航空母舰的一个起降，基本上有3种方式。一种的话就是类似山东号或辽宁号的这种滑跳式的一个起飞甲板。好，这是这个相对来说是这个冷战时候俄罗斯走的一个技术。那再来的话就是蒸汽弹射，这也是美国目前主流航空母舰，各位经常去听到的什么尼米兹号啦，或者什么乔治华盛顿啊，它采用的就是这种蒸汽弹射机。那这一种的话也是目前的主流。第3种的话就是现代来讲，相对来说比较先进的，就是现在在福特舰上面去实验，就这一次川普骂最多的这个电磁弹射，也是在这一个解放军这里的话，福建舰上面他所使用的技术。OK， 好，那为什么这边的话，美国会说要先回去到这一个蒸汽弹射？我个人会认为，川普他其实当然说气话归气话，但是他自己会认为，我现在没有时间去等你这个最高科技的结晶了，我现在要的是先冲量才求值，先求有才求好。因为现在在海面上面，美国海军不一定拥有这么大的一个实力，他或许没有办法在这边完全的去碾压这个解放军，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其实当解放军的一个海上的实力崛起的时候，它的航空母舰是不是我要先求一个稳定成长的技术？所以我会觉得他今天要讲的，倒不是说完全是要去否定了电磁弹射，而是说我要保持蒸汽弹射的技术，让我如果电磁弹射没有那么顺利的话，我这些其他的航空母舰都可以持续去一个使用，或者是去运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对。那再讲回来的话，为什么今天电磁弹射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个人会认为会是在这一个马达的传输效率上面，它其实这个故障不是说这个电磁技术的一个故障，而是在海上试验的时候，因为一艘航空母舰它的一个配电非常重要，不管是这个电梯的一个起降啦，或者是任何的系统啦，当你在这一个发电量如果没有办法去支付，或者是在转换效率上面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电磁弹射的这一边出现一些故障。所以其实现在美国要做的，或许是要回归到它的一些比较细部，在测试的过程中间去找到这个问题的所在。那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因为其实中国在这里，它等于是有一点弯道超车，它跳了一代。对，我们仔细去看，中国它从滑跳就直接跳到电磁弹射喽，它是没有蒸汽弹射。所以其实今天美国他会希望的是，如果我没有电磁弹射的话，我至少还有一个蒸汽弹射可以去运用。有一个关键名词啊，叫中压直流哈，就是说在中方解放军这边，现在最新用的电磁弹射采用中压直流，这个部分的话是关键，是一个反超的关键吗？我会觉得倒不能说是反超关键，应该说在技术的应用上面啦，这个是一种方式。但是其实今天对中国来讲的话，它的这一些
科技高新科技是没有问题，可是其实对中国来讲，它或许在一些基础产业、基础工业上面，比如也会回归到就是在海事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些难关必须要去突破。那这些难关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福建舰它现在是在南海这一边非常多的一个海事，我会认为是船开出去已经没有问题了，可是接下来就是它起降的效率。它还有就是在起降的过程中间的一个配电，因为毕竟它不是核能，它还是用传统的一个动力。那传统动力的话，这里就会是在这个电力的配置上面，这一点或许也是接下来我们可以去观察解放军航舰发展的一点。就川普现在想要大力整顿美国的海军，无非也是意识到了美国海军现在在整体海上的作战实力哈。这个原先还唯有强大的优势，但是现在可能已经没有办法跟昔日相比啊。那当然，除了弹射系统之外呢，川普最近还亲自下令啊，他说他要恢复战列舰时代，宣称要打造黄金舰队，用厚重装甲跟巨炮来对抗中国大陆的海上力量。这个新的黄金舰队呢，要纳入大型战舰、小型护卫舰，而且呢配备更强大的远程飞弹。可是呢，就有军事专家啊，就提醒他说，这个军事专家就指出啊，战列舰的缺点非常明显，包括什么航速慢、雷达反射大，很容易成为飞弹的靶标。而现代战争早就进入了无人化、高机动、远程制导的时代，更何况啊，这些重型反舰导弹的出现，让依靠这种重装甲的战列舰根本无法抵抗啊！只要集中一发，就有机会因此瘫痪。所以言下之意，连军事专家都觉得，川普所提到战列舰也好，要打造黄金舰队。其实川普很喜欢黄金啊！你看这次去韩国有一个黄金王冠，然后呢，在美国要打造一个金穹，什么都是金哈。那但是这个黄金舰队，或者说我们现在先讲战列舰，真的适合现在的战场现态吗？周老师，首先可以肯定的哈，就是如果美国海军真的根据川普的命令去建造的话，在川普卸任之前，他们也不会造出来啊。时间绝对对，时间来不及啊。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啊，那时候他下令就是说，美国海军要把他的舰队数目提高到355艘。那结果到他卸任的时候呢？当然都没有成果嘛，所以到现在美国海军的舰队数目就是大概287艘左右。那所以这个主力舰的情况，其实我认为也会是这样子。川普当然是不断的去勾勒一些想法，他的重点是几个重点。第一个，他要告诉大家他对美国海军的一些美好想象，让大家去想象美国海军未来会是像过去那样个，比如像说什么威斯康星号啊，或者是这个米苏里号那样子非常庞大的，对，因为那个是二战时候美国是战胜国，是全世界的霸主那个的形象，他要的是那个意象。据说他经常晚上跟美国的海军部长交换讯息啊，所以他强调的是他很重视这件事情。那他真正会做的事情，大概还是会优先造很多的小的舰艇，特别是无人舰。这个才是能够快速弥补美国舰艇不足的一个方法啦。啊，那当然，至于这个，我觉得还是会造。说不定在川普的要求之下还是会造，但是大概造不完，在他任内。那是不是就是在这一艘摆在那里做一个形象？还是说他会继续去发展新的类似的概念？这个我觉得还有待于海军去发展。但是他要强调一点，川普非常重视，所以在白宫里头也有专门的造舰办公室。甚至川普本身也不断强调，就是说他要命名啊，那这个命名对他来讲也非常重要啊。那就是我认为川普就是在唤醒大家对海军的重视，对于美国黄金时代的想象。未来可能会有川普号，这个是指日可待。但是林老师帮我们补充一下，因为其实提到的黄金舰队啊，你看起来就是阵容庞大，好说，但是军事专家都提醒了，很危险的，这万一成为靶舰啊，或者是说这个依靠重装甲，它很容易被发现等等的一些缺点啊，它当然有它的这个优点，可是缺点又怎么看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代表的是现在的一个战争的形态已经不一样了，对，已经不是靠这种大舰巨炮来这样称霸这个各大海洋的这个时代了。所以其实川普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口号偏多，那他这个口号其实就是回归到要让美国的造船业再次伟大，让海军再次伟大。那这里的话，其实刚刚我们有去提到这个战列舰到底会不会重出江湖？我个人会认为要重新造真的是不可能来不及了嘛。它最快的其实是什么？起风
把密苏里号重新去把它就运作起来。因为我6月的时候刚好也有去夏威夷一趟，我们去参观密苏里号，你感觉上好像是一个博物馆，可是其实它下面的轮机是民众不能进去的哦。为什么？因为轮机那一块就是引擎的那一块，引擎室那一边，它有随时做好，如果哪一天要有什么样的状况的话，它是可以去重新去启用的。所以其实今天美国它也是有去做好的是，我个人会认为啦，要去做那么多船真的是不太可能。可是如果我把一些封存的船重新把它起封的话，这个是有可能的。那另外一点就是今天在对美国来讲的话，它有一个叫过去曾经提过一个叫千舰海军的计划。这个千舰海军不是只有我美国海军哦，是我日本、韩国这一些全部我联合起来，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打造一个国际黄金舰队？我会觉得这个或许是川普在口头上可以解套的一个方式，蛮合理的哈。依照川普的逻辑，就是要什么都要打。树大便是美啊！这个在海面上全部都是黄金舰队的阵容啊，但是还是拉回到刚刚提到说，美国的航舰的造舰的速度也变慢了，技术也退步了哈。美国海军另外还有一个危机啊，就是 Navy News 他们揭露说，美军神盾舰的弹药库深度现在面临严重不足的情况，平均只能够支撑2轮高强度的作战，所以五角大厦呢紧急推动了模组化飞弹舱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希望呢能够扩充吸弹量，但是也被业界打脸哦。五角大厦说五角大厦自用订单恐怕都得排队生产等货啊。现在包括弹药也好啦，飞机也好啦，其实呢都是有单，可是呢生产的速度太慢了，所以海军模组化的飞弹希望能够来补足神盾舰的缺点，可是现在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生产的速度啊缓不济急啊，这会不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战力漏洞？黄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业界打脸说你要排产等货，那不就是业界自己做不出来，我才要模组化吗？是啊，我就是不想要在那边跟你们排产等货，所以我推动模组化飞弹舱。那今天等于说，飞弹里面我们简单拆解它的结构嘛，它有所谓的导引系统、弹头、弹身跟它的推进部位。那我等于是把这些东西我全部丢到我的舰上，那我找不同的代工厂商帮我做出来，剩下我自己做最后交点。我在海上我有一堆时间跟你慢慢做，怎么会成为战略漏洞呢？我就是解决了这个排产等货的问题。那其次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蒸汽弹射跟电磁弹射就很重要，我要腾出更多的空间。